大家都知道哆啦 A 梦是猫型机器人，那它为什么没有耳朵，又是怎样来到大雄身边的呢？今天我们就通过哆啦 A 梦的作者不二雄的视角来探寻哆啦 A 梦诞生的秘密。这天，不二雄正在为自己的新连载而发愁，已经快接近截稿日期了，但他却迟迟想不出点子。他设想的是会从书桌抽屉里爬出来，住在壁橱里的主角。回家后，他依然在苦恼。他想着，要是有时光机就好了，这样就可以到未来的世界偷看自己漫画的点子了。他拉开书桌抽屉，幻想着，于是不二雄的脑洞就开始大开。画面来到了科技高度发达的未来世界，人们不再止步于冲浪、滑雪，极限运动可以直接冲上云霄。有开在云端的度假酒店，有横跨海里的透明隧道，巴士能上天入海，再也不会堵车了。这时天空一道闪电劈过，时空警察在追捕两个大坏蛋，但坏蛋又跳跃时空逃走了。另一边，一只猫型机器人正在被组装出来，没想到这流水线竟然用淡黄染色。小机器人们给猫型机器人安上口袋眼睛，用樱桃做鼻子，按下鼻子，猫型机器人就开机了。坏蛋逃走时引起的雷电击中了机器人工厂里的一只猫型机器人，他掉了一颗螺丝，从工厂掉下了万米高空。这就是刚出生的哆啦 A 梦，现在他还是有耳朵的。哆啦 A 梦摔倒一堆垃圾里，被送到了焚烧炉。在他差点掉进火炉时，一只粉色的尾巴抓住了他。他是哆啦咪子，是个无遮型机器人。哆啦 A 梦一见到他就害羞了，两人短暂相识了一下，哆啦咪子就跳着舞离开了，也带走了哆啦 A 梦的心。哆啦 A 梦回过神来，赶紧回到机器人学校。这里有一群跟哆啦 A 梦一样的猫型保姆机器人，在学校里他们会学习各种专业技能，为了日后能独当一面。哆啦 A 梦也充满了干劲儿，但虽然他很努力，却总是比别人慢一拍。他的算术不行，体能不行，但很能吃。拿道具不仅速度慢，还经常拿错，别人都拿任意门，他拿出个船头环掉进了海里，像极了日后的大雄。校长把哆啦 A 梦叫到办公室，他不明白，都是同一批制造出来的机器人，为什么只有哆啦 A 梦表现的这么奇怪呢？哆啦 A 梦耷拉着耳朵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校长猜测哆啦 A 梦会不会是在制作中少了根螺丝，或者曾从高空摔下去过。好家伙，这校长是算卦的吧，竟然都说中了。校长告诉哆啦 A 梦，成绩太差的机器人是会被送去销毁的。哆啦 A 梦被吓得满头大汗，好在校长只是吓唬他的。不过校长决定把哆啦 A 梦转去高性能教学的班上。随后他响指一打，哆啦 A 梦就顺着隧道来到了焚烧炉。哆啦 A 梦吓得赶紧抓住墙壁，校长表示是他弄错了，然后控制机械手又把哆啦 A 梦送到了新的班级。这个班级的氛围跟终极一班似的，各个机器人都很有特色，还有传说中的哆啦七小子，哆啦咪子也在这个班级。他一见到哆啦 A 梦就高兴地上前去打招呼，还有两个机器人神似胖虎和小夫，他们分别是胖皮和小吉。放学后，胖皮和小吉叫住哆啦 A 梦，想要他的4次元口袋，因为像他那样不合格的机器人是无法完美使用4次元口袋的。哆啦 A 梦当然不能给，他吓得拔腿就跑。他想用道具脱困，可缩小灯没电了。他想拿催眠药，但因为接连掏出错误的道具，摔了一跤。胖皮和小吉上前大声嘲笑他。这时，哆啦咪子出手救了哆啦 A 梦。这时他从古时候拿回来的剑子，随后绿色的哆啦利牛也出手帮助哆啦 A 梦收拾了那两个家伙。后来哆啦 A 梦就正式融入了这个班级，在这里哆啦 A 梦不再是格格不入的异类，大家都很能吃，也有人陪他罚站，他们每天的日子都很快乐。不知不觉就要到学校的毕业成果展示会了，哆啦咪子看哆啦 A 梦闷闷不乐的过来安慰他。哆啦 A 梦拿着一叠0分考卷，他觉得自己又笨又迟钝，一点用处都没有。哆啦咪子开玩笑说要给他一个波波鼓励他，结果他竟然当真了，扔掉考卷，撅起嘴巴就要亲上去。哆啦咪子当然笑着躲开了，他的口袋是可以拿到过去东西的时光口袋。他看哆啦 A 梦傻得可爱，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铜锣烧，让他吃下去后打起精神来。哆啦 A 梦尝了一个后眼睛都亮了，他拉开哆啦咪子的口袋，一个接一个又吃了好多铜锣烧，怪不得哆啦 A 梦后来这么喜欢铜锣烧，看来这对他来说是初恋的味道呀。第二天，机器人毕业展示会就正式拉开了帷幕，机器人们的毕业成绩由他们在观众面前表现状态决定。这个节目会在全息投影的电视上向全国各地直播，观众们如果有看中的机器人，就可以立刻按下身边的 OK 按钮，这些机器人就会被送到观众家里去。首先是手枪哆啦小子，他的特技是快枪射击，只见他举起空气炮对着场上一通乱射，眼看会场就要被他弄坏了。这时一盏 OK 灯亮起，原来是时空警察特殊机动队选中了这个机器人。
第二个出场的是一条俄罗斯舞最为拿手的多拉尼可夫，他一旦看到月亮就会突然变身成野兽。令人意外的是，这次有2盏灯同时亮起，分别是哈里特集团和比鲁怪兽团。接着是胖皮表演唱歌，但他的歌喉跟胖虎有的一拼。小吉让哆啦 A 梦想想办法，这次哆啦 A 梦总算没拿错，他向胖皮的嘴里扔了一个立刻美声豆沙包，胖虎难听的嚎叫顿时成了悦耳的歌声。接下来轮到小吉了，他的特技是爱讲话，但他太过紧张，哆啦 A 梦拿出道具小楚紧张鸟帮他放松，可没想到他太放松，直接在台上睡着了。幸运的是，胖皮和小菊都被人选中了。然后出场的是多拉米子，她优雅动人的芭蕾引得了全场爆灯。哆啦 A 梦还在给米子打 call， 差点忘了下一个就是他上场了。他是最后一个出场的机器人，聚光灯下他结结巴巴，十分紧张，连话都说不利索，而且他接连拿错道具，把招雷鼓当作拨浪鼓，当众表演被雷劈。他想展示带婴儿散步，结果没控制好速度，在台上飙起了婴儿车，把婴儿车都摔散架了。哆啦 A 梦的表演接近尾声了，也没人按下按钮，他非常沮丧。就在主持人即将宣布展示会结束时，一个小婴儿为哆啦 A 梦亮起了灯，这下哆啦 A 梦总算有雇主了。小伙伴们高兴地簇拥上去为他庆祝。这个小婴儿就是大雄的孙子师兄，原来是他按错了按钮。不过他们看师兄也很喜欢哆啦 A 梦，就把他留下来了。于是哆啦 A 梦就这样陪伴着师兄一天天长大。哆啦 A 梦帮他洗澡，陪他玩耍学习，哄他入睡。有一天，师兄想照着哆啦 A 梦的样子做一个粘土玩偶，他将最后耳朵的细节调整交给了一只小老鼠机器人，结果小老鼠听错了指令，听成了让哆啦 A 梦像这个粘土的耳朵。于是小老鼠就跑去把正在睡觉的哆啦 A 梦的耳朵咬了下来，哆啦 A 梦吓得哇哇大叫，师兄赶紧带哆啦 A 梦到医院修复。结果哆啦 A 梦在做检查的时候，因为一只苍蝇打了个大喷嚏，医生一头磕在了机器上，许多工具从机器里伸了出来。另一边，哆啦米子听到消息后，带着鲜花来看望哆啦 A 梦。他进门后，只见一个锃光瓦亮的黄色大脑袋，原来医生误操作，让机器直接把哆啦 A 梦的耳朵摘掉了。这下哆啦 A 梦彻底没耳朵了。经过几秒的静止后，咪子没忍住疯狂大笑起来。医生见气氛不妙，直接帮哆啦 A 梦免去了修理费，然后跑路了。难怪后来哆啦 A 梦不仅怕老鼠，还怕去医院。晚上哆啦 A 梦一个人默默蹲在柱子上发呆，昏暗的场景下，他的金黄色后脑勺格外耀眼。但他鼓励自己，这样沮丧也没有用。他想借助元气之源饮料振作起来，但没想到他喝完之后，瞬间觉得好难过，哇哇大哭。画面一转，哆啦美找到了在海边哭泣的哆啦 A 梦。这时哆啦 A 梦还不认识这是自己的妹妹。哆啦 A 梦已经哭了3天，不仅掉成了蓝色，声音也沙哑了。哆啦美一看，哆啦 A 梦真是合成的悲剧之源，难怪他一直都在想的是悲伤的事。不过现在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，哆啦美告诉他，师兄为了找他迷路了。哆啦 A 梦赶紧拿出元气之源想恢复正常，结果他又拿错了，这是瞬间爆发源。哆啦 A 梦瞬间在海上狂奔起来，这下他身上斑驳的颜料全都被海水洗没了，彻底成了蓝色。画面一转，天空中又出现了被警察追击的那2个坏蛋，他们抓走了师兄做人质。师兄十分害怕，不停地叫哆啦 A 梦，哆啦 A 梦也应声而来，他从海上冲了过来，直接一个飞顶撞坏了坏蛋飞行器的发动机，他成功救下了师兄。坏蛋的飞行器也不偏不倚掉进了焚烧炉，他们好不容易爬上来，就被警察包围了。师兄一眼就认出了大变样的哆啦 A 梦，他觉得哆啦 A 梦现在比以前还要帅气。哆啦 A 梦看见师兄不嫌弃自己，很感动。他刚想带师兄回去，却发现自己的口袋不知道掉哪里去了。哆啦美和哆啦米子也赶了过来，米子很抱歉，她由于笑得太夸张，把下巴笑掉了。这下她终于理解了哆啦 A 梦失去耳朵的心情。不过她也觉得现在像气球的哆啦 A 梦很帅气，沙哑的声音也很性感。米子越来越喜欢哆啦 A 梦了。圣诞节到了，大家聚在一起欢度时光。师兄把粘土玩具送给了哆啦 A 梦，哆啦 A 梦很不好意思，自己没有礼物送给师兄。但师兄表示他不需要礼物，只想跟哆啦 A 梦永远都是好朋友，这才是最棒的礼物。大家还准备了有许多铜锣烧的蛋糕。这时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一只迷你猫型机器人，随后又接连从天上掉下来好多只，而且是不同颜色的。校长打扮成圣诞老人的模样来给哆啦 A 梦送礼物了，因为哆啦 A 梦勇敢救下了师兄，帮忙抓住了坏蛋，于是工厂生产了许多跟他同样激情的迷你哆啦机器人。校长还送给哆啦 A 梦一个新的4次元口袋，哆啦 A 梦从口袋
袋里拿出了干杯种子，瞬间人手一杯果汁，大家共同举杯，庆祝这美好的节日。在这之后，哆啦 A 梦为了要让石修过上更加幸福快乐的日子，于是他搭乘时光机来到了石修的爷爷，也就是大雄的家里，开展了把头脑很笨祖先的历史给修正的旅程。这也是哆啦 A 梦想送给石修的圣诞礼物。于是那个从抽屉里的时光机蹦出来的来自未来的机器猫，帮助一个迷糊小男孩成长的故事就此展开。这就是哆啦 A 梦的诞生。致敬博尔熊老师奇妙的脑洞，给我们的童年带来了如此不可思议的故事。好了，本期问题，你们喜欢哆啦 A 梦多久了？欢迎大家留言点赞和关注哦，咱们明天见。